前2期视频介绍的都是美国建国前后的历史景点，也都位于费城老城区。从独立厅广场向西走，不远就到了唐人街和市政厅。途中经过2个建筑，可以关注一下。这身打扮从大楼里走出来，知道的人一定认为是个笑话。应该的着装是这样的。背后的大楼是美联储12家地区储备银行之一，第3区费城储备银行，负责部分宾州、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的金融银行业务。1913年，在筹备美联储的过程中，全美共有37个城市参加申请，有点像申办奥运会。考察团用了6周时间，行程超过16000公里，准备了5000页的报告，最终选出了12个城市。费城无悬念地排在波士顿、纽约之后入选。美联储在新闻中的曝光率很高，但是美联储并不属于联邦机构。说简单点，美联储的2万多雇员和4000多家参与的银行机构，努力地通过掌握和分析各种经济数据，确定利率，来达到美国就业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平衡。说得再深了，就是整个宏观经济学大半本教科书的内容了。说得再玄点，就是曾经很火的货币战争之类的读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美联储的决策机构，每年定期在华盛顿举行8次会议，情况紧急时也可以召开临时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讨论经济发展现状及预测经济前景。参会的7名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12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将分享他们对国家经济状况的看法，投票决定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会议都是闭门讨论，不对外公开，每次会议都是华尔街关注的焦点，股市也会随着会前的猜测和会后的结果高低起伏。市场的分析员也绝不会放过会议结束后委员会主席新闻发布会上说的每一个字。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美联储理事会有7名成员，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是固定成员，剩下的4个席位由其他11个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轮值，为期1年，这其中就包括费城储备银行的行长。和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相对的，就是上期介绍的铸币厂，那里生产的硬币会送到各地的联邦储备银行，应该也包括在这种大楼里。储备银行楼下是否有地下金库，我不得而知。不过地下有一条隧道离得不远，隧道的起点就是这栋与联邦储备银行1个街口之隔的联邦拘留中心。这栋大楼的保安看着比银行要严格得多。在市中心修建监狱确实有点奇怪。1992年，这里是联邦政府用地，地面上也没有什么建筑。极力修建拘留中心后，周围的博物馆、唐人街都曾表示反对。几经讨论，终于在1997年动工，2000年启用。楼高12层，里面有628间牢房，每间牢房都是上下铺。平时这里关有大约900名各类人员，他们都是在等待法庭诉讼或者正在诉讼期间的嫌疑犯。建筑设计并不像座监狱，不过仔细观察可以看见窗户很特别，细长细长的，地下有隧道直通法院。在市中心修建监狱并非费城独有，纽约曼哈顿唐人街附近也有监狱，而且还不时有反对新建扩建监狱计划的新闻爆出。立在这里的这座华埠牌楼是1984年费城的友好城市天津资助的。唐人街的起源则要追溯到1871年，一位叫李芳的广东人在这里开了一家洗衣房。慢慢的，周围又有了几个商家，也开启了费城唐人街的历史。费城唐人街后来又经过2次跳跃式的发展，一是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费城房价低，纽约的很多华人搬迁过来。第二次是在911事件之后，大批纽约的华人再次南下，最初选择了落脚地也是在这里。1990年，费城唐人街的亚裔人口有1100多人，占比 45%。2010年时，亚裔人口达到了2400多人，占比 41%。人口的增加不仅带动了商业的活跃，地价也上涨很多。
这里85%的餐饮以亚洲风味为主。1966年，费城唐人街成立了费城华埠发展会，曾组织社区居民阻止了在中国城修建棒球场和赌场的计划。前几年，《今日美国报》曾以建筑风格是否特别，是否让游客有身在异乡的多元文化体验，和是否可以品尝到正宗的中餐为标准，投票选出美国的10个中国城。排名第一的是旧金山，然后依次为纽约、芝加哥、西雅图和费城。我们这次进出费城老城好几次，每次吃饭都选择这家，看着人世间，更觉得羊肉烩面真的很香。最初这里因为位置优越，是一处露天大市场，后来建起了大棚，安装了制冷设施，成为宾州食品交易中心。1891年，宾州一家铁路公司雷丁公司将总部和客栈建在这里，还开展了菜篮子服务。外地市场的家庭主妇和商家可以在当地的车站登记，雷丁市场的食品商负责配送，再通过火车送达到各个小站。除了雷丁车站，宾州另外2家铁路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巴尔的摩尔哈瓦公司在费城也建起了同样规模的车站，由此可见美国铁路鼎盛时期的场面。大楼采用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讲究严格的比例和采用柱式结构。大楼后面的站台区是单跨拱形屋顶结构。二战期间，客流高峰时，每日上下的乘客达到45000人。上世纪50年代后，雷丁车站的客运量开始下降，到1971年，雷丁公司宣布破产，仅存的一些业务归到其他公司。1984年11月，雷丁车站开出了最后一列火车。不再担当客运任务的建筑如何善后，成了各界争论的话题。这时，有现代费城之父之称的埃德蒙·培根坚决阻止了拆掉培根车站的提议。培根在1930年代曾在中国做过建筑设计，并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他对北京城的设计印象非常深刻。在他后来出版的业界经典专著《城市规划》中写道，北京在设计上如此杰出，为我们今天城市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宝库。培根在1949年到1970年间担任费城城市规划委员会执行主任，旧费城的城市改造就是在培根主持下完成的。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聊聊他的故事。在专家的建议下，雷丁市场做了翻新，大楼改造为会议中心和酒店，火车大棚区改造为食品服务市场，也就是大排档。市场里有超过80家的商贩，提供新鲜的农产品和各种风味食品，选择哪家就看您自己的口味了。队伍越长的，也就是越有特色的了。眼前这栋大楼建于1910年，是美国第一家现代百货公司。创立人约翰·沃拉梅克是美国商业奇才，百货业之父。沃拉梅克开启了美国商业诸多第一，第一位承诺可以退货，第一位开启节日促销，第一位开连锁商店，第一位将钢琴引入百货店，第一位为职工提供保险和福利。他的名言：我知道投入的广告费一半是没用的，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半。这竟是广告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我们会在另一个美国商业往事中详细介绍沃纳梅克。如今这栋大楼已经被梅西百货公司买下，您可以不购物进去看一看100多年前美国最大百货公司的样子，一定会被宫殿般的气势所感染震撼。这里有3处地方值得您注意，一是7层楼高的中庭大厅，这么大的闲置空间真是很奢侈。2是管风琴，有28000多根管，是世界上最大的管风琴之一，至今还在演奏。3是一只青铜大鹰的雕塑，是德国雕塑家尼古拉斯·高卢的作品，重达2500磅。因为老鹰太有名，费城人于是有了句咱们老鹰那见的口头语，来约定见面的地点。经过30年的修建，1901年，当费城市政厅屹立在宾州开创者威廉·佩恩规划的城市广场，它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世俗建筑。在此之前，如此高的建筑都是用于宗教目的或者国王的陵墓。市政厅的设计采用了法国第2帝国风格，这种风格来源于19世纪末拿破仑3世执政时期，以借鉴欧洲之前的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力求优雅庄重，非常注重每一个细节。设计完成于1871年，在此后30年的建筑过程中，美国正创造一个个新奇迹。1869年，横贯东西的铁路开通；1876年，举办了费城博览会；1877年，贝尔电话公司开业；1879年，爱迪生的电灯问世；1881年，纽约高架城铁在市内开通；1883年，纽约布鲁克林桥落成；1884年，芝加哥首座钢架结构的摩天大楼完工；1886年，自由女神像落座纽约；1896年，电影开始成为大众娱乐项目得到普及；1901年，摩根以5亿美元完成了收购卡内基的钢铁公司，组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我们刚才看到的2个景点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市政厅主体由砖块砌成，内部没有钢铁结构，外部用大理石、花岗岩装饰，并有250多件雕塑，四面都开有拱门，中间是露天中庭，中庭设计便于采光、街道交通和举办活动。上部的塔楼上四面都有抱石的大钟，钟面直径近8米，比英国的大笨钟还要大近1米。不过人在楼下面是看不到几点的，只能依靠整点的报时钟声。楼顶上有360度的环绕观景台，乘电梯可以到楼顶。疫情期间，楼内的参观项目都没有开放。市政厅的顶部是威廉·佩恩的青铜雕像，24吨重，11米高。1894年，铜像被分成14个部件吊到塔顶，由此议会大楼的高度达到了167米。费城人也约定，在建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佩恩的帽子，一直到1986年，这个约定才被打破。佩恩在楼顶上风吹日晒也不容易，每隔10年，市政府就要对塑像进行清洗。整个大楼里有700个房间，是美国最大的市政建筑，城市的行政、立法和部分司法活动都安排在大楼内。中间天庭地面上有佩恩当年对费城的规划图，规规矩矩的框架，横平竖直的街道，还有散布用于聚会的广场。到这里，我们带您逛费城老城就告结束。虽然这些地方都去过，在做这3期视频时，还是发现错过很多东西，有机会再补上吧。吧。